如果你在 Shopping Mall 看到一张100块，却没人去捡，你的第一反应不是觉得自己运气好，而是会怀疑为什么会没有人去拿这100块，是不是 something wrong？ 在马股 Poken 和 Tomei 的股票现在就是这张没人捡的100块，你以为是漏网之鱼，机构却觉得是陷阱。今天我们不谈他们有多便宜，只谈那个被所有人忽略的致命逻辑。我们来上数据，这两家公司一年总共能赚超过2亿令吉，但他们的市值加起来竟然连10亿都不到。更离奇的是，当国际金价在2026年像疯了一样冲破每盎司5400美元的时候，这两家金店的股价竟然表现得像个局外人。在资本市场，极低的估值往往不是机会，而是一场无声的指控。市场到底在怕什么？是不是有我们看不明白的黄金陷阱？今天我们不聊他们有多便宜，我们只拆解那个被所有人忽略的逻辑。好了，记得不要眨眼，我们上干货。首先，我们戳破这些金饰店的盈利幻觉。你去看 Poken 最新的财报，数据漂亮的像刚打磨过的999足金。2026财年第一季度，他们的净利润涨了 85%， 冲到了3960万令吉。Tomei也不差，末季净利飙升 168%。 很多散户一看，哇，这个业绩美啊，冲啊！但我这里是深度讲解的视频，必须给你知道，在金价单边上涨的牛市里，金店的利润是有水分的。为什么？你要明白金饰店的底层赚钱逻辑，它有2部分组成，第一是加工费，第二是靠运气赚的横财，专业名词叫库存盈余 stock gain。 为什么会有横财？大马的金店大都采用一种叫加权平均成本法的会计准则，意思就是他们柜台里摆着的可能是半年前金价每盎司2000美金实进的货，但今天金价冲到4000美金了，安地金店买金项链，金店是按今天的高价卖给他的。这两家公司虽然不做复杂的金融衍生品对冲，但他们是被动的与金价共存亡。这种模式下 quality 其实很低，因为它不可持续。金价一旦横盘或者回调，这一部分利润瞬间就会蒸发。Tomei 的董事总经理在接受采访时曾经说过，金价涨了，卖出的黄金重量其实在减少，意思就是顾客以前进金店是买粗项链，现在金价太贵，大家只能改买克数比较轻一点的金饰了，所以金店卖出的黄金克数其实在萎缩。如果剔除掉金价上涨带来的账面富贵，你会发现他们的真实业务，那个靠手艺和零售赚的钱，可能根本没增长，甚至在萎缩。我们本地的这两家金店没有列出加工费赚了多少，所以我们投资者无法验证他们的盈利可以有多 sustainable。 那我们来看看国际金店周大福是怎么做的。为了不让这种虚假繁荣误导投资者，他们在财报里主动把金价波动产生的损益从销售成本里拿出来，扔到了其他收益里，好让大家看清他们的核心营运表现。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市场只给本地的金店巨头4到5倍的 PE。 机构投资者更不可能是韭菜，他们知道这只是纯粹来自金价的周期性红利。市场给低估值的原因就是觉得这两家金店的好业绩像是灰姑娘的南瓜马车，金价一旦横盘或者掉头，这种虚高的利润率会立刻被打回原形。如果不解决量缩价涨的问题，这门生意就不是投资，而是一场跟着金价的投机。如果你问我，金价跌了他们会打回原形，那为什么金价涨了这么多年，他们的 PE 还是常年低于5倍？难道市场瞎了吗？市场一点都不瞎，市场只是太现实了。你以为你买的是黄金，但在资本市场眼中，你买的是一个低效率的资产包。这就是我们要戳破的第二个误区，现金流陷阱。很多散户看财报只看净利润，看到 Poken 一年净赚 1.2 亿就觉得好便宜，但我们却忽略了营运现金流。金店这门生意有一个死穴，金价越高，公司越没钱。为什么？因为黄金是极其昂贵的存货。你看宝光2025年的资产负债表，它的 current asset 有 10.3 亿，里面竟然有接近10亿令吉全是黄金存货。这意味着这家公司几乎所有的家底都压在柜台里了。当金价从每盎司2000涨到4000美元时，如果你是一个金店老板，你卖掉了1克金，赚了100块，
但为了明天店里还有东西卖，你必须花200块把这一氪金补回来。结果就是利润在报表里，但现金全进了供应商的口袋。Pokémon 的财报就展示了这个残酷的真相。虽然 PBT 看起来在涨，但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却是大跌的。这就是为什么马股这2家金氏巨头即便赚了这么多钱，派息却总是抠抠搜搜。宝光2025年赚了 1.2 亿，但只拿出了1231万来分红，派息率只有可怜的 10% 左右。你自己想一想啦，一家公司 PE 再低，如果他赚的钱需要再拿去买更多原材料作为存货，而不是派钱给股东，作为股东，你自己根本没赚多少啊，你还愿意给他高估值吗？机构投资者就很清楚，这2家公司的利润是金子做的，但股东的口袋是空着的。更让他们犹豫的是他们的资产效率，他们的 inventory turnover 差不多要10个月，这意味着一根金项链摆在柜台要等300多天才能变成现金。这种钱生钱的速度在资本市场眼里像是叫老牛拉着一辆骡犁，所以这 PE 低于5倍其实是市场的一种流动性折价。市场非常明白，你只是一个黄金的搬运工，金价涨你只是账面富贵，现金流反而更紧。金价跌你还得承受库存贬值的风险。之前我就在想 Pokémon 和 Tumi 的 ROE 有 13% 到 18% 这样高，这么能赚钱，为什么 PE 只有区4倍？看看国外的同行，印度巨头 Titan PE 有几十倍，香港周大福也是2位数，难道本地金店被低估了吗？这就是我想要提出的观点，资本市场对搬运工的歧视。你要明白，资本市场是很势利的，在他眼里 Pokémon 和 Tumi 目前还只是黄金搬运工。第一点，我们要聊聊金店的定价权。去过本地金店的人都知道，我们进店第一句话问的是今天金价多少，然后在那边磨磨蹭蹭讨价还价，最后还未必有成交。这种生意卖的是金属重量，不是品牌。当金价大涨的时候，顾客买的少了，你的业绩就危险。你看一下人家周大福，他们这几年的转型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早在2025财年，他们的定价首饰营业额就飙升了 105%。 什么叫定价首饰？就是我不按克卖给你，我按设计卖给你。1根2克的项链加上了联名 IP 和设计，卖出的价格能抵得上别人5克金子。到了2026年上半年，他们乘胜追击，定价首饰在内地的零售值占比已经冲到了 31.8%。 人家卖的是溢价，我们卖的是重量。这就是为什么资本市场愿意给他2位数的 PE， 而我们就只能在4倍徘徊。第二点是资产模型的区别，这也是马股双雄最大的痛点，他们全是直营店。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每一间店柜台里的那些金砖金链全是要公司掏真金白银买回来压在那里的。Pokémon 账上压了10亿令吉的存货，这全是钱啊！反观周大福，他们在内地有 75% 是加盟店，这就很厉害了。店是别人开的，库存是别人压的，周大福只负责品牌和技术，这叫轻资产转型。人家是用别人的钱在帮自己赚钱，而我们的马股双雄是在用自己的钱在赌金价。说个题外话，在我做 research 的时候，看到 Habib Group， 虽然这个本地金店没上市，但他们已经开始玩技术溢价了。他们用电阻技术把黄金做出了体积感，能把1克金做出5克金的面子，他们就有比较强的定价权。而我们的上市公司目前还停留在卖重量的阶段，所以马股这2家公司 PE 长期蹲在4倍，是因为市场还没看到他们从卖重量进化到卖品牌。如果你问我这个低 PE 的魔咒什么时候能打破，我告诉你，光看金价涨是不够的，我们要等的是催化剂。第一个催化剂是数码化转型。如果你以为买金还得靠进店看柜台，那你可能低估了托妹的野心。他们的 GoldNow 平台其实是一手奇招，这个 0.1 克起购的门槛，直接把黄金从安迪的保险箱塞进了年轻人的手机。你可能会说 Touch and Go 和 Maybank 早就这么做了，偷卖是不是太迟了？错，银行卖的是纸，而特美卖的是生活方式。 GoldNow 的天才之处在于他把数码资产和全码的实体网点打通了。他不是要和银行抢手续费，而是要把这群存金的年轻人引流到店里去换金饰，
赚那笔银行永远赚不到的公费。如果这套线上存金、线下提货的 online to offline 这样一个闭环能跑通， Tomei 就从一个重资产的搬运工转型成了拥有流量入口的黄金新零售平台，这可以是 PE 突围的核心逻辑。当然Tomei 的数字化转型还在初期，能不能真的把线上用户转化为线下买金的高净值客户，还需要时间验证。但这至少是一个从搬运工向平台进化的尝试。第二个催化剂，也是最关键的一颗，股息。你看 Pokon 和 Tomei 派息率竟然只有可怜的 10% 左右。如果我是这两家金店老板，我会想，金价这么贵，我得留钱补货啊。但如果你是投资者，你会觉得你赚再多都锁在保险柜里，不分给我，那跟我有什么关系？所以只要哪一家公司敢站出来宣布，从今天起我们将派息率提高到 30% 甚至 50%， 那这时候这门生意就不再是搬运工，而是一个超高息的现金奶牛。所以真相只有一个，黄金涨不涨看地缘政治，但估值涨不涨看的是管理层能不能从金砖后面走出来，把利益分给股东。只要他们愿意再慷慨多一点，马股金市双雄的春天相信就不远了。现在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这2年金价真的从高位回撤，掉到每盎司$4000以下，这两家公司还剩下什么？我们要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 Polkar 和 Tomei 在财务管理上非常传统，他们不像周大福或者印度的 Titan 那样会用复杂的金融工具去锁住利润，他们玩的是自然对冲，翻译成白话就是金价涨的时候他们看起来像股神，但金价一旦暴跌，他们手里压着的几十亿存货就会变成沉重的负担，到时候你看到的就不是利润暴涨，而是财报里那一行冷冰冰的 inventory write down。 这就是为什么机构投资者宁愿去追那些 PE 几十倍的科技股，也不愿意多看这些4倍 PE 的金店一眼。在马股投资金店双雄的股票不等于买黄金，所以如果你是奔着黄金避险去买这两只股，你要小心了，你买的不是避险资产，而是周期股。但如果你看懂了他们的现金流困境，并且愿意赌管理层未来的分红改革，那这4倍 PE 的宿命就有机会被打破。在这个疯狂的黄金牛市里，看清财报里的含金量，弄清楚公司赚的是辛苦钱还是横财，这才是你在这场资本博弈里唯一的保命符。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我是帮你做笔记的阿福，我们下期见。